大家好，我是老罗。最近我把家里地下室洗手间里边的旧地板拆了，然后换上了新的 LVP 地板。因为是洗手间嘛，所以需要把旧的马桶拆掉，装上 LVP 地板以后呢，再把马桶装上去。这个 LVP 地板的安装过程呢，等我整理好以后会分享给大家。今天呢，我想着重和大家分享一下马桶的拆装过程。当然了，如果只是分享马桶的拆装过程，未免有些太枯燥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也会和大家分享我们在给家里干活的时候，如何能够有效的让领导们知道我们的辛苦。所以这期分享不能够让领导看到。马桶这个东西，你别看它挺结实，其实就是有俩螺母固定着，一个在这儿，就是这个塑料帽下面，另一个在另外一边。在拆马桶之前，我们首先要给把水箱供水的水龙头关掉。我家这个水龙头是转动式的，现在有些房子用的是一种往外一拉就关水的一个装置。关上水以后呢，我们需要把水箱里的水尽量弄出来，这样等一下把马桶搬走的时候就不会太沉了。好了，水箱里的水能放出来的都放出来了，剩下的我要一点一点给弄出来。这里我用了一个大海绵，把水箱里剩下的水吸出来。其实还有其他方法，比如说用一个盛汤的大勺啊，或者用一个给牛打针的针管把这个水吸出来都可以。这里可能有人会觉得马桶的水很脏哈，其实你每冲一次马桶，这个水呢都是换过的，而且屎啊尿啊不会进到这个水箱里来，所以呢一点都不脏。不过如果你家里领导觉得这个是个脏活，那你一定要跟他说这个活怎么脏，这样你的领导就会觉得，哎呀，你给家里干活这么卖力，真辛苦。水箱里的水弄干以后，就可以把进水的管子拆掉了。这个管子里边还是有少量的水。可能有人会问哈，哎，老罗，你为啥要先把水箱里的水弄干，然后再拆管子呢？我是这么想的，如果在拆这个管子的时候，不小心把进水器和水箱之间的那个地方弄松的话，那我一水箱的水不就全都漏出来了吗？所以我先把水箱里的水弄走，然后再拆这个管子，这样即使不留神把进水器弄松的话，也不会有一箱水漏出来的危险。然后就是把马桶这儿的水能弄走多少就弄走多少。这里我用了一个马桶呼子，这个应该是读马桶揣子，尽量把里边的水挤走，剩下的我还是用了一个海绵给吸出来。这里的水吧，怎么说呢？如果你平时好好冲马桶的话，这个水其实也不会太脏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在领导面前一定要说这个活怎么脏，这样能加更多的分儿。下面就是把螺母的盖子打开，有些盖子呢是要转一下，我这个盖子呢用一个螺丝刀稍微一拨就开了。这个盖子里面吧是真的有可能藏脏东西，有洁癖的小伙伴呢要有个心理准备。你看我都是戴着一个手套的。马桶两边一边一个螺母，把它们拧下来。接下来就是高光时刻了，马桶的这个东西不轻，如果你的马桶底座有填缝剂的话，左右稍微晃一下就会开胶了，问题不大。搬马桶的时候一定要叫得很大声，让你家领导听见你给家里干活是有多么的卖力。真拔呀！好厉害呀！这么粗一棵柳树，你能给拔倒，那真是千斤的力量啊！接下来就是要清理一下马桶底下的部位了，所以要把马桶放倒。这就是为啥要把马桶里边的水弄干。大家看，即便我把水吸走了很多，但还是有一些水剩在里面。好了，这里就是重点了。你可以在这个 video 里边啥都没学到，但一定要记得下面这个知识点。大家看到的这些像屎一样的东西，它们真的不是屎，而是 wax ring， 也就是蜡圈留下的痕迹。蜡圈是一个防水圈，用来密封马桶和水管之间。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，这个蜡圈吧是屎黄色。但是大家记住，虽然它长得很像屎，但这些真的不是屎。好了，重点来了。
我们知道它不是屎，所以可以大胆放心的去清理。但你家领导不需要知道这些细节，并且如果你想给自己加分的话，可以告诉领导，你看我对家里贡献多大呀，你们的这些屎我都要清理干净。你家领导听了以后一定会对你感激涕零的。好了，这个蜡圈大家看一下哈，我把马桶拿掉以后能看出来有点变形，这个蜡圈是一次性的，马桶拿掉以后蜡圈也要扔掉，不能够再次使用了。这里我花了一些时间把旧的蜡圈拿走，然后把周围清理好。这个黑色的圆圈英文叫做 flange， 把它清理好以后，如果你不是马上装马桶的话，建议在 flange 上塞一个毛巾或者是一个破布，这样可以防止管道里的毒气排到家里。安装新的马桶之前，我们要装上新的防水措施，比如新的蜡圈。我这次用的是 Fluid Master Better Than Wax Toilet Seal 这个产品，一个有类似于疏导管的这么一个橡胶圈。因为我的这个 flange 比地板低，所以按照说明书呢，我套了2个橡胶圈。密封圈装好以后，就可以把马桶抱过来放上去了。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下，不管使用蜡圈还是橡胶圈，马桶放上去的时候，应当是有一种没有放稳的感觉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放上去以后呢，会有一些摇摇晃晃，这个是正常的，因为等一下把马桶固定好以后，密封就完成了。如果把马桶放上去稳稳当当的，没有一丝摇晃，那就说明你的蜡圈或者是橡胶圈不够高，这样就会有漏水的问题。剩下的活就简单了，用螺母把马桶两边固定好，然后把装饰用的塑料帽装好，接上水箱的进水管，打开水龙头，确保没有漏水。然后冲几遍厕所，看看下面有没有漏水。最后就是在底座加一圈填缝剂，这样这个换马桶的工程就完工啦。好了，这个就是换马桶的过程了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对需要给家里换马桶，或者需要得到家里领导表扬的朋友们有所帮助。好了，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，欢迎给我留言，也希望你呢能够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老罗。See you next time.